时间过得可真是快呀！一晃已经有好几周没给大家更新菜园的状况了。今天出来，大家看看我菜园里边的这些浆果，有野生的，也有我自己种的。这边的这一排是我地栽的蓝莓，这些早中熟的品种都开始成熟了。这个品种个头还是挺大的，味道也挺好吃的。看这边这一整串都已经成熟了，我赶紧把它摘下来吧，否则的话被鸟发现了，又都给我啄掉了。看，这是摘下来的一小把，像这种个头相对比较大一点的蓝莓，其实被鸟破坏的几率还是小一点。它们会啄，但是很难整个给吞下去。看这边就是这种被鸟给啄掉的，啄坏了，已经招了好多的蚂蚁了。像是蓝莓成熟的季节，每天都得过来摘一摘。这蓝莓也是我最喜欢的浆果之一了，又有营养又好吃。我这一排蓝莓呢，前面是早熟的品种，后边有中熟还有晚熟的。这是第二颗，也是属于早熟的品种。这一颗的蓝莓比刚才个头就要小很多了。这些蓝莓品种之间差异还是挺大的。反正我的经验就是，越小的品种的蓝莓被鸟破坏的几率就越大，因为感觉个头小，应该更适合鸟来食用。你看这种蓝莓，它的叶子就特别少，上面蓝莓的果实是特别的多。这种浆果呢，虽然好吃，但是摘起来真是有点费劲儿。除非是每天早上过来转的时候随摘随吃，那样的话还是比较省事儿的。但是要是专门想把它们摘回去，还是要花上点功夫的。之前我记得有朋友问说，想看看老田以前种的蓝莓现在长得怎么样了。目前就是那些蓝莓长的样子。其实整体来看呢，长得并不是特别好，比预期的还是要差的。但是从收获角度呢，还算是相当成功吧，至少这满树的果实也足够我们吃了。为什么我说这些蓝莓没有达到我的预期呢？就是它个头啊，这种树的个头长得还是太小了。按理说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是长很高了。这些蓝莓啊，它是被鹿给破坏过，上边被咬过，所以整个个头呢就没长起来。还有就是它下边新发的这种小枝，经常都是被鹿啊，或者是被兔子啊就给我啃掉了。尤其是兔子，开始以为它们并不太喜欢这种蓝莓，但后来发现呢，这只要长出来的蓝莓的这种小枝，它们能够得到的地方也都是给我咬断吃掉了。所以就导致呢，这一丛蓝莓它长得不是特别的旺。本来这些地方应该是能抽出好多的枝条，然后修剪的时候再剪那些长得比较壮的给它留下来。但最后的实际结果呢，是长的枝条还是太少了。再往后边看看这第三颗蓝莓，这颗蓝莓更惨呀！这颗蓝莓是当时我喷铜剂的时候，因为这个品种对铜剂敏感，就给烧死掉了。不过今年的时候，其实是从下边长出了侧枝的，也是被兔子给我啃掉了。这是我后来加上的笼子，希望后边长一长还能缓过来吧。在后边，这是中熟的品种，其实说是中熟，上边的果子呢，基本上也都熟了好多了，这些都可以摘下来了。看看这种就是被鸟啃的，啄的就特别明显。其实我发现呢，为什么这个品种被鸟啄的更明显呢？它甜呀。我对比了一下，这一颗蓝莓的口感还有味道，比刚才前边的那几颗还是要好上不少，特别的甜，感觉鸟也是喜欢吃更甜的蓝莓。刚才尝了几个，味道还真是不错的，这应该是我这里边最好吃的蓝莓了。这个蓝莓的品种我在家里的本上是有记录的，回头查查到底是哪一个品种吧。这下边草又长出来了。这颗蓝莓我用这种网给围住之后呢，看看下边还是长出了不少的这种侧枝的。明年这些长高了之后呢，应该又能结出不少的蓝莓了，这产量应该是能增加的。现在看这些叶子有一点点发黄和发红了。我今年没有找到酸化剂，本来以为家里还有，但是没了，还得去买一点。到时候给它收完果之后，稍微的施一些酸化剂，再给它补充一些蓝莓的专用肥，明年应该是能长得好一些。先往后边看，等会儿再回来接着把那些紫的都摘下来。像这颗就属于是晚熟的品种了，上面基本上还没有变紫的。这些等前面那一批基本上摘的差不多了，应该就变紫了都。刚才发现这里边还是有一个紫色的，我给它摘下来，这就说明已经快开始熟了。
看前面是紫的，背边还是红的，没有熟透。这种没熟透的还是不太好吃，太酸了。这颗是最晚熟的品种了，个头也是最小的。这一颗基本上等前面的都熟了，摘了之后才开始成熟。这就是这6颗地栽蓝莓的基本状况了。除了那颗快要死掉的，剩下的5颗还是有不错的产量的，基本上是够我们吃了吧。而且有早熟的、中熟的、晚熟的品种。大家种蓝莓的话，选择这种早熟、中熟、晚熟品种还是不错的。省得到时候一下都熟了也吃不了。后边的这些就是无花果了，无花果也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浆果品种了。像我这边无花果是很难吃上春果的，一般都是要等到秋天才能吃上，因为气温低嘛。看这颗现在已经开始有果子了，这种果子就只能等到秋天的时候才能成熟了。这颗无花果还没给它整枝，像这种已经被冻干了、冻死掉的，应该给它剪去，然后长出了这密密麻麻的一棚，也是太乱了，需要给它稍微的修剪修剪，把它变得稀疏一点。后边这一颗是第2颗无花果，这颗无花果呢，去年长得挺大的，看这是去年的这个枝子，后来冬天都冻死掉了。目前现在还能看到我盖的这些树叶子是给它保温保暖的。当时树叶子大概盖了有这么高吧，现在自然都已经弄到地表了。这棵是因为我把树叶子扒开的时间比较晚了，所以它底下的芽长出的速度会慢了很多。像我这边崎岖的这种气候呢，对于无花果来说还是比较冷的，而且我这地方是山地，冬天的时候气温更低一些，早春的时候也是天气暖和了之后，很快又会有倒春寒。这些无花果还是挺怕这种气候的，所以它春天发芽的速度还是特别晚的。然后上边的部分就只要是没有被树叶盖住的，基本上就全都会被冻死。这棵是去年新种的无花果树，这棵无花果树当初的时候我是把网给它覆盖了整个这一棵无花果的苗的，所以整个都是给它保暖起来了。现在能看到上边大概被树叶盖住的部分吧，它底下还是有相当一段这种枝条是被冻死掉的。但是呢，看看这些比较高的位置都已经长出来枝芽了，所以说给它进行保温保暖呢，还是挺有效果的。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让这棵无花果树今年继续生长，就能长出树了，不像前面2棵那样就变成灌木，老是从底下发出来了。这下边还有2个侧芽，我其实如果想把它培养成树的话，应该给它打掉，不过也不太想了，留着它们结一点果吧。这棵是去年秋天的时候种的无花果树，这棵无花果呢，开始的时候只有下边底部钻出了一个芽，以为上边基本上要被冻死了，结果没想到其实上边也还活着，这2个芽也还是，看看那边还有2个也都长出来了。这棵无花果呢，在保温保暖的前提下也是活过来了。后边还有最后一棵无花果，我种的无花果也是挺多的。这一棵是今年春天的时候种的波姬红，这种无花果看来真是挺不耐寒的。当时种的时候应该已经是挺暖和的了，结果上边还是被冻死掉了。不过好在下边有一个芽子还活着。今年就重点把这个芽子培养起来吧。这2颗盆栽的蓝莓长势还是不错的，而且成熟的也早。这些蓝莓我们已经吃过好几批了，看看这个个头也大。哇，看这一串又大又紫的，给它摘下来。哦，掉了一个，看看，哦，看背面还是有不少的。像这种盆栽的蓝莓，因为可以种的离房子比较近，所以摘起来呢也是比较方便。熟了之后就可以随时给它摘下来了，这样的话就不至于自己吃不上多少，全都被鸟给吃掉了。只要我们摘的比鸟勤一些呢，那就是还是能吃上不少的。摘了一小把。另外这颗上面熟的已经被我们摘的差不多了，不是很多。我再摘一摘。看看这种是还没熟呢就被鸟给我啄了。这颗蓝莓也是特别甜，口感特别好的那个品种，味道特别香。刚才这边这颗它是个头更大一些，长得看起来更漂亮，但其实口感没有那个小一点的好吃。反正我还是挺强烈建议大家种点蓝莓的。
不管是地栽还是盆栽，都是挺好种的，病虫害也是非常少。如果要是盆栽的话呢，那加酸化剂啊，加肥料可能就要频繁一点。如果是地栽呢，可能就不需要那么频繁了。不过有一点，就是因为蓝莓比较喜欢酸性的土，所以一定要测一下土壤的 pH 值，要保持在4点几的这种酸性水平。其实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还是让这些蓝莓长得尽可能的更紫一些，那样的话是更甜更好吃的。每天早晨出来，一边走一边摘这些蓝莓，一口吃上几个，还是感觉相当不错的。蓝莓旁边的这一棵是黑莓，看看这棵黑莓今年长的果实更多呀。这边还有这种花还有没有谢的。黑莓一般是等到蓝莓都采摘的差不多了，就开始成熟了。因为是盆栽，所以它上边因为太重了，总是被风给刮倒。我给4周现在都给挡住了，这样能好一点。本来去年想把它打算地栽或者是半地栽的，但是也没抽出时间弄，而且也没有地方。后来觉得还是有点担心地栽，因为这种东西吧，它串根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怕长得到处都是，失控了就不好了。看看这满树的果实啊，等到时候变黑了、变大了，会更漂亮的。我去年收获果实之后，本来还是扦插了几颗黑莓的，后来冬天的时候给放到车库保存，因为太干了，春天拿出来都已经死掉了。后来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扦插了，因为这些黑莓吧，其实生长能力特别旺盛。你看看它根部周围底下的地方，这种滋生出来的小苗，每一颗挖出来都是一个完整的有根的黑莓，根本就没有必要费时费力的去扦插。看，这是一颗。这儿还有一颗，这儿还有一颗，那边还有一颗更大的，像这种，这些它只要是带根儿的，挖出来种在花盆里边，就很容易就成活了。所以真是没必要费时间扦插了，就挖这些苗就够了。不过还是像刚才说的，我不太愿意地栽啊，现在还在犹豫，就是怕到时候生长失控。不过这种黑莓它的好处呢是没有刺。所以，如果它一旦是地栽泛滥的话，倒是危害也没那么大，不像是很多树莓的品种，还有一些黑莓的品种，如果到处都是刺，那到时候收拾起来也是比较麻烦。这种没刺儿的呢，收拾起来呢，至少动手还是容易一些。我这菜园里边其实好玩的东西还是挺多的。看这棵苹果树里边啊，刚才看一个小鸟飞过来，追过来一看呢，看。这有3个蓝色的鸟蛋，还挺漂亮的，不知道是什么鸟的品种。过一阵子应该是有小鸟孵化出来的。放大一下瞧一瞧，看是那种蓝蓝的鸟蛋，还挺漂亮的。我已经听到鸟妈妈在外边叫了，可能是怕我破坏吧，不去打扰它们了。再回来摘上一把的蓝莓，咱们边吃边走边聊，一会儿再去看看野生的这些桑树、桑果。摘上一小把，过去看看桑果。看，这是那种野生的红色的小桑果，这种一变红变紫，很快就被鸟吃掉了。因为个头也小，所以我们基本上自己是吃不到几个的。这种好像是已经熟了的。看看哦，上边高处的地方还是有点，但是有点够不着。看这种野桑果，这种红色的野桑果，其实我们不是特别喜欢。一是个头小，很容易被鸟吃。第二就是它的味道也就是一般吧，其实不值得去自己摘的。我感觉这就是给鸟吃的品种，就喂鸟算了。其实今年最让我们惊喜的是这一棵野桑树，这棵野桑树上边是挂了好多的桑果，现在看不是特别多了，被鸟吃去了不少。其实我开始一直在等着满树的桑果的时候，我一直在等着它变红变紫，然后过来摘。后来突然发现，怎么一直等它也不变紫呢？原来看看，这就已经是它最紫的状态了。后来我查了一下，才发现这原来是一棵白桑树。没想到院子里还野生出来一棵白桑树的品种。这个品种呢，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桑果味儿特别浓，而且特别甜。这种我打算今年等把这些果实都摘了之后，拿这些枝子扦插扦插，看看繁殖出几棵，自己也种一种。看这种是已经熟透了，
基本上如果我不摘的话，再过个2、3个小时，再过来很可能就没有了，就被鸟给吃了。那这边还有一些，能摘的就给它摘下来吧。这种桑果呀，真是如果你不摘的及时，鸟就都给吃光了。鸟太喜欢吃这种东西了。这桑果不像是蓝莓，我不敢这样直接吃，尤其是这种野生的，上边容易有虫子。回去之后还是稍微拿淡盐水稍微泡个10分钟，然后再吃。拿个小梯子看看高处还有没有。我感觉越高处的地方它越少，因为鸟看得越清楚的地儿，它们吃的就越快。但上边还是不行啊，上边都是这种还没成熟的。熟的都被鸟给吃光了，这些也是没成熟的，还是有一些的。看看这一串上面还不少呢。因为这是长在柏树的旁边，这些鸟呢就生活在这柏树丛里边，所以基本上每天它们都会过来吃个好几轮，就等着这些桑果熟呢。这鸟也是挺聪明的，如果不熟不甜，它们其实也是不吃。但是只要是一边熟一边甜，那留给我们能摘的时间就很有限了。就摘下来2小把成熟的，收获不多呀，还是鸟吃的多。其实我挺关心这桑树是从哪儿长出来的。你看，这是一棵年头特别长的柏树，就是从柏树根部的地方长出来一棵，然后一直往上生长。最后从柏树的上边，看看这个地方分出一个叉，钻出来的部分才结了桑果，还有一株是一直往上长，都不知道长到哪儿去了。这生长力实在是太强太旺盛了。这白桑如果我到时候扦插成活了，我打算至少种2棵吧，种在我后院离房子比较远的地方。我还是真心觉得白桑的味道是挺不错的。再看看，这是我种的那棵伊利诺伊的桑树，这是自己养的桑树。这棵桑树呢，今年也是结了点果，但是并不多，还都被鸟给吃了。现在树上还有一些这种绿色的，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吃上啊？应该很快也是被鸟给横扫一空了。我觉得这些树的叶子它太密了，鸟晚上就住在这儿，估计是不是早晨一起来就刚好把这桑果给吃掉了。当然，去年也是这棵桑树成活生长起来的第1年，这边还能找到一点桑果，这儿还有，其实里边还是有一些的。看这里边还能找到一些桑果，这儿还有点，这里边还有。其实再往里呢，还是有一些的。今年呢，我这些桑树准备留几个特别壮的枝条，我就把下边这种朝下长的，还有这种细小的枝条，到时候下剪就给它剪掉一部分，剩下的比较粗壮的枝条呢，我就让它一直往高长，往外延伸了。这样的话，这些新枝明年应该是能结出更多的果实，像这种芽点，到时候明年都是能结果的。你想，那种柏树丛中长出来的一个桑树的枝条都能结这么多，没有理由家种的这种桑树长不了那么多。还是需要让这些桑树本身长得更粗更大一些，然后这些枝条呢能够延伸的更长一些吧。因为桑树是新枝结果，所以要让这个今年的新枝能尽量的长得粗壮一些多一些。还有一种园子里边长得比较多的浆果就是树莓了。树莓到处都是，只要是有篱笆的地方基本上就能看到。没熟的时候是这种绿色或者是红色，长熟了之后呢，就变成了深红或者是深紫色了。看看这种品种的这种树莓，长熟了就是这种深紫色的，还有那种深红色的。这菜园里边往里边有好多，像这种树莓呢，它野生的比家养的口感要稍微差一些，可能是水肥不够的缘故吧。这种它的种子或者它里边果肉的量要少，种子感觉比例要大，所以咬起来有点硌牙，但是仔细尝一尝，味道还是不错。我估计要是拿它们做果酱或者是做树莓派，那应该还是挺好吃的。这东西因为太多了，而且长得也快，就是没时间去摘起来可太费劲儿了。这种野生的树莓和刚才的桑果有点类似，
都是由于这种结构吧，容易藏一些小虫子，我们看不到，所以最好呢还是拿回去，拿淡盐水稍微的泡一下，然后再吃。所以各方面要是综合考量的话，那这些浆果里面还是蓝莓最好了。哇，这边是一大片呀，全都变黑了，看看手都已经摘红了。这种树莓呢，我最不喜欢它们的地方就是有刺，长得到处都是，扎人。像这种长在我菜园里边的，我都是等它这些果实采收了之后，把碍事儿的就直接给它砍掉了，比如割草机过来，或者是用剪树枝的工具，就都给它剪掉了。它明年的话还会再发。其实秋天的时候，这些树莓应该还会长出一波，可能是品种吧，有些品种会一年结2季的。基本上等到秋天过后再去清理的时候，就把它彻底的贴着地面的部分都给它清理掉就行了。到时候明年新长出来的就会结更多的树莓，也是这种新枝结果的品种和特点。所以比较费功夫的地方呢，还是清理。看这一手摘的都红了，像流血了一样。这东西要是当成染色的工具也不错，把什么东西都能给染红了。哎呦，一不小心就会扎手，真是得千万加倍的小心。行了，就摘这么多吧，不摘了，剩下的就都喂鸟吃吧。我等会儿再去院子的篱笆旁边看看有没有那种野生的黑莓。野生黑莓比野生树莓的个头还是要大一点的。等到这些蓝莓啊、树莓啊、黑莓啊都采收过之后，到秋天9月份，这葡萄又该成熟了。我去年种的葡萄，今年还是有点产量的，看看有很多串儿。长得呢，整体看还是不错的。这边地栽的是本地的品种尼亚加拉，还有埃因赛特。看这一串一串的，这颗是这些葡萄里边长得最好的一颗了，结了好多的果。看看这从上到下一串一串的，密密麻麻的。这边还有，左边看看扒开这些叶子全是，下边这儿还有好多，密密麻麻。这2天老是下雨，下过雨之后呢，还是得给它稍微喷点硫。这边呢，空气潮湿，像葡萄这些真菌感染实在是太严重了，定期的就得喷一喷这种除真菌的东西。这后边还有几颗，这些葡萄就按今年的产量，到时候采收了，我们应该也是吃不了的。不知道如果到明年的话，那这葡萄多的估计只能酿酒了。再看看这成熟之后是黄绿色的这种葡萄的品种。这些葡萄我基本上都是没有给它疏过果的，只是打了一些须须，打了一些侧枝而已。所以结果结的特别多的呢，像这种那坐果率还是不是很高。但是也没必要吧，看看整体的坐果情况还是挺不错的。这种本土葡萄比我种的飓风葡萄还是要容易管理多了。你很难想象完全没有疏花疏过果能长成这样，相当不错了已经。找找看有没有野生的黑莓，这些好像还是树莓，还没熟呢。像这种是快要熟了。从这儿能看到这些青色的果实其实是特别多的，这种大部分都还是青色的，等到都红了或者变紫了，这儿应该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这也是满树的果实。最后再来看看这棵盆栽的飓风葡萄。这棵飓风葡萄当初开了好多的花，疏花疏果呢只做了一点点，疏了很少的一部分。后来坐果率呢，看看，因为还是结的葡萄实在是太多了，坐果率整体上不是很高。明年呢，还是得再狠一些，多剪掉一些花穗和果实，因为这盆栽的营养跟不上啊。即便我再浇叶肥，然后补充了很多的颗粒肥，还有鸡粪肥，也还是不够的。还有就是飓风葡萄在我这地方实在是跟本土葡萄比起来，太容易真菌感染了。看看，这才1天的时间呀，昨天下了场雨，今天就感染了。要不然人家说这些易感染真菌的葡萄，每次下过雨都得给它喷一下除真菌的药。
然后我这边除真菌呢，主要就是靠硫还有铜，基本上都是属于有机的，效果没那么明显，所以喷的应该更频繁一些。我还常用的一种是生物杀菌剂，那种呢也是主要是预防为主，对治疗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这一颗稍微小一点的盆栽的飓风葡萄，因为上面结的葡萄果穗很少，就结了4串，所以它这坐果率也是相当高，这就看起来像是一整串完整的葡萄了。这上面的也是，另外的这个第3串，这边还有一串，这第4串长得也还可以吧。不过总体来看呢，飓风葡萄这种落果的率还是比这本土的葡萄还是要高一些的。看这些都是之前感染真菌的叶子，这是被治愈的。这葡萄跟蓝莓啊真是截然不同，像蓝莓啊只是偶尔会有一点病害，还不会有太大影响。像葡萄，尤其是飓风葡萄，这种病害实在是太频繁、太严重了。要是不给它喷药解决，根本就处理不了的。其实如果要是用化学药品去除真菌的话，那效果还是挺显著的。但是像我是种有机种植的，不太愿意用那些化学或者是农药性质太强的东西。那就只能尽可能的用我们传统的方式处理吧。如果是实在不行了，没有办法，或者是在没有果实的时候，早春最早的时候，可能稍微用一些那种的还行，后边有果实了，我基本上就不用了。这边的金银花今年也是借了葡萄的光，我每次喷硫的时候都会顺道给它喷一喷，所以这些金银花上边今年几乎是没有真菌感染了，白粉病也都没有看见，所以开的比往年还是要更好一些。今天这一大早晨摘了一盆的蓝莓还有树莓，刚才的桑果是因为太少了，都被压在底下了。主要还是以蓝莓和树莓为主。这手是摘树莓摘的，洗了一遍还是红的。蓝莓呢倒不是影响手，但是一会儿等吃下去之后，整个嘴都是紫色的。拿水稍微的泡泡冲洗一下就可以吃了。蓝莓因为外表是光滑的，我又是有机种植，所以相对来说还是非常干净的。像昨天下过一场雨，这是为什么我每天早上过去直接摘下来就吃。像桑果、树莓那些呢，还是得多泡一泡。像刚才说的，用盐水最好再泡个5到10分钟，清洗一下，比较安全一些。看这水还是有点脏的。好吃，真是太香了。